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丫丫 Life。最近有在留言栏看到有妈妈留言说，觉得丫丫们吃饭吃得很好，一点也不像挑食宝宝的样子。怎么自己的孩子就是不爱吃饭呢？应该要怎么办？那这视频呢，我准备跟大家分2个部分，聊聊宝宝不爱吃饭怎么办这个问题。那第一部分我会给大家分享可以让宝宝增强食欲的小 tips。第2个部分呢，就会跟大家就一些提出来的问题做一些解答，希望可以帮到各位爸爸妈妈们。那我们可以先分析一下宝宝厌食的源头，看看宝宝是不是一直吃饭不好，还是因为身体不适，也有可能是因为身体缺乏微量元素锌而导致的厌食。那如果排除了以上的一些情况，我们还可以从哪些方面来提高宝宝的食欲呢？首先第一点就是要保证充足的睡眠。宝宝睡得不够，就会影响到进食的中枢，减少了消化液跟肠道的蠕动。所以呢，有充足的睡眠是提高食欲的先决条件。饮食要定时、定量、定点。其实这个很好理解，就是定时定量定点的进食会使孩子形成条件反射，每次到了吃饭的时间，他的消化系统就会运作，然后产生饥饿感，这样的话宝宝就会比较想吃东西。除此之外，我们可以为孩子准备适合他的尺寸的桌子、椅子跟适合的小碗、小勺子。其实我宝宝现在还是在用 high chair， 桌子的面积是有限的，他没有太多东西可以去分散孩子的注意力。用小碗跟小勺子是为了方便孩子独立的进食，那所有的用具都是为了能让宝宝更方便的用餐。如果发现宝宝好像不是很想吃的话，也可以试一试家长吃一口，孩子吃一口，这样孩子会更容易有食欲，或者是如果大家可以一起在大桌子上吃饭会更好。那第3点就是提高进食的兴趣。其实丫丫他们大概1岁多1个月的时候开始突然变得挑食了，很多以前喜欢吃的东西突然不喜欢了。那1岁之前我给他们吃的都是比较天然的食物，就是 baby led weaning 的那一种比如说什么牛油果、香蕉、菠菜，切一切蒸一蒸就直接可以给宝宝吃了。如果你的宝宝之前吃饭都还很好，1岁多的时候开始不爱吃的话，可以尝试变换食物的烹饪的方法，去改善食物的色香味，这样就能提高孩子的食欲。那如果你们需要食谱的话，我的 channel 里面有很多宝宝辅食的食谱，我的宝宝们都试过，然后还挺喜欢的，所以可以给大家做个参考。有环境的因素的影响，宝宝有时候会多吃一点，有时候少吃一点，其实这是很自然的事情。因为如果你强迫孩子进食的话，反而会引起宝宝的反感，久而久之可能让宝宝产生厌食的情绪，这样就更不利于宝宝进食了。那第5点就是要适量的活动。我之前有在辅食视频跟大家分享过我宝宝他们平时的活动，跳舞啊什么等等。就近夏天到了，我们也开始游泳了。那我们家宝宝每天大概有1/3的时间都待在户外吧，可以帮助宝宝创造一个好的胃口。那1岁多的宝宝就不妨多带他们每天都出去活动一下，这样可以促进消化跟食欲。不过呢，进餐前半个小时不要进行剧烈的运动。第6点就是在餐桌上保持愉快的氛围。有研究表明，当一个人处在愤怒、悲伤或者是焦虑的时候，这个幽门括约肌会放射性的收缩，然后食物就会停留在胃中不好消化，导致食欲的下降，甚至会造成就是胃部的不良反应。所以吃饭的时候不要去训斥或者是指责孩子，这样的话不仅会降低食欲，也会使孩子用抗拒吃饭来表示反抗。那第7点就是少吃零食。其实我觉得很大的原因，为什么我宝宝他们现在还都可以接受我的那些无糖无盐版本的辅食，就是因为他们真的都不怎么吃零食，就是他们的零食最多就是一些水果。那你知道现在市面上就是有各种各样的零食，有的孩子甚至会吃很多高热量的零食，吃这些零食会使血液中的糖含量过高，然后产生饱腹感，
没有饥饿的感觉，所以到了正餐的时候，宝宝就会没有胃口吃饭，但是过后又要吃零食，从而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。所以家长要注意为孩子挑选零食，最好就是少吃吧，控制孩子的零食的用量跟时间，避免孩子只吃零食不吃饭的现象。那第8点也是最后一点，就是可以让孩子参与备餐。那家长做饭的时候可以让孩子在旁边帮帮忙，比如说洗个菜，了解餐桌上饭菜本来的样子，而且看着桌上的饭菜有自己的一份功劳，特别是他们可以闻到就是饭菜刚出锅的那种香味，孩子的胃口也会变得更好。其实宝宝胃口不好的原因有好多个，那各位爸爸妈妈要注意分析，看看自己的孩子不吃饭的真正的原因到底是什么，然后再对症下药就好了。那接下来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妈妈们问的一些问题跟我的一些回答。第一个问题是，宝宝10个月吃饭的时候很不专心，有人经过就转过头去，吃到后面还跟别人玩，请问要怎么解决？这个年龄段的宝宝非常活泼好动，然后喜欢跟人玩，这是非常正常的。那首先我们要设定固定的用餐地点，布置宝宝喜欢用餐的环境，固定的用餐时间，培养积极的用餐氛围。例如说用餐可以放一些舒缓的音乐，而且用餐的时间尽量保持安静，大人们不要走来走去吸引宝宝的注意力。一开始宝宝的用餐时间可以就是设定为3到5分钟，等他喜欢这个过程之后，我们再慢慢的延长时间，一点点来，不用着急，要让宝宝跟妈妈都觉得轻松愉快，没有压力就可以了。那第二个问题，1岁半的宝宝喜欢用手抓食物、玩食物怎么办？回答就是1岁半的宝宝应该允许他探索食物。其实我宝宝现在2岁多，他还是会喜欢用手去拿食物来吃。那我的建议就是每一次提供少量的食物，因为有时候他们只是想要了解一下食物的特性，比如说土豆泥抓在手上是黏糊糊的，那有时候他们是因为没有适合的餐具，或者是还不会使用餐具，食物不能直接送到嘴巴里，所以用手会比较方便，更快来吃到东西。那所以呢，还有建议就是给宝宝准备适合他们抓握的餐具。那如果餐具还抓握不太好的话，平时也可以多一些这些方面的练习，比如说用勺子来㧟东西啦，或者是使用夹子等这些精细的动作的练习，可以很好的帮助他们发展手指间的协调性跟手腕的灵活度。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，宝宝2岁只选喜欢的食物吃，分好了给他的食物，他会在里面挑他想吃的，吃了没几口之后就会想下桌子，或者是转过身去看这看那，然后跟他沟通之后他又说不吃了，过一会儿又要回来饭桌前，或者是爬到大人的椅子上，是否还要继续给他喂饭？那解答就是，其实宝宝已经2岁了，他已经具有跟家人沟通的能力，他也能参与很多家庭烹饪活动。首先有他喜欢吃的，他愿意坐下来吃饭已经非常的好了。对于孩子不喜欢吃的，你可以跟他沟通你问一下他是不是不喜欢食物的颜色，还是味道，还是口感，还是什么其他的原因。而且要多让孩子参与食物烹饪的过程，自己为自己准备食物，分每一次少少的一碟，让孩子可以没有压力的几口就吃完，然后再鼓励他自己添加下一次要完成的量。那大人跟孩子一起吃饭也会增加孩子的食欲。对于不喜欢的菜呢，首先我们大人想尽办法给他做到更可口，比如说可爱的摆盘然后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可以一家人都坐在一起吃。那每一次进餐都是简短而积极的，就算是5分钟也完全没有问题。等他享受吃东西的过程，那他自然一点点会吃得更久更多。如果给孩子的食物是几种混合在一起的话，我们也可以试着将它们分成几类，比如说我们可以一个盘子分成4种食物，其中有一样是宝宝不喜欢的，那每一次给宝宝的量不要太多，但是提前跟宝宝沟通，说我们吃完这一盘的食物再去玩，或者对于不喜欢的食物呢，一开始宝宝只是咬一口也没有关系，慢慢的再让他吃多一点。
好了，那这支视频就到这里。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不要忘记按赞、订阅跟分享哦。如果喜欢这一类的视频，请记得在留言栏里告诉我，这样我就会出更多类似的视频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